美国波音737 MAX 飞机开始重新试飞，并取得进展。那么中国的态度意味着什么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最近发布了关于波音737-8飞机的适航指令征求意见通知 NPAD-2021-0012 的公告。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26日。根据公告内容，波音737-8飞机2起空难皆因飞机处于人工飞行且襟翼收上的状态，错误的高迎角输入，反复激活机动特性增强系统，导致水平安定面重复低头配平。飞行机组在多重告警的干预下，无法有效的识别和定位故障，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最终造成飞机失去控制。为了解决上述不安全状态，波音公司启动了飞行控制系统软件和显示系统软件的设计更改工作。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对波音提交的飞行控制系统软件设计更改、显示系统设计更改、飞机飞行手册修订、水平安定面配平线束肤色改装等相关改正措施，开展了全面的评估后，确认相关改正措施能消除上述不安全状态。那么基于以上情况，为了消除上述不安全状态，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本适航指令，来替代 CAD 2018-B737-21。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民航局将允许国内各航空公司所购买的波音737 MAX 客机复飞呢？我想这个恐怕还要根据各个民航公司自己的分析判断来做决策。那么波音737 MAX 停飞已经有好几年了，它为什么会停飞？实际上前些年的故障分析报告、事故分析报告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波音737 MAX 在飞控软件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且在随后的飞行员的培训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最终导致很多飞行员根本就不清楚波音737 MAX 飞控软件打补丁所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而这个补丁主要是为了解决波音737 MAX 更换发动机之后，发动机的位置前推上移所造成的该型飞机失速迎角降低的这么一个潜在的危险。我们知道飞机在滑跑起飞之后是要抬前轮的，然后以一定的仰角向上爬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失速迎角是一个限定值，你不能超过这个角度，一旦超过这个角度，飞机有可能会因为失速而发生坠毁事故。波音公司在换装发动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它是怎么解决的呢？根源主要在它的起落架长度不够，太短了，发动机没办法向下放，只能往上抬，这一抬就造成了在起降过程中它势必会遮蔽机翼的上表面，从而造成大量的气流分离，使它的失速迎角向下要减小1-2度甚至更多。那么波音公司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已发现的问题呢？它只是在软件上做了一个工作，让飞行员你再怎么拉杆也不能拉到失速迎角这个位置。那么一旦靠近这个位置，它自动会让飞机低头。那么飞机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低头的呢？是通过迎角传感器来做出判断的。那么一旦迎角传感器发生故障，你给出的
营缴数据不对，势必会出现前面通报中所说的那个问题，自动低头，而且飞行员再怎么拉也拉不起来，因为他不仅改了软件，而且硬件也改了，包括他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度也能够自动的调整，从而呢让飞行员在发生事故的过程中根本就不能够有效的控制飞机，最终导致坠毁。那么这样的情况，现在虽然波音公司已经改了软件，但是硬件的可靠性、安全性是否能够达到指标要求？你是用一个硬件还是用两个硬件给出基本参数？如果两个参数给的数值不一样，你听谁的？那么这些问题呢，恐怕都要一一的分析判断，最终做出决策。哪怕你让它试飞了，试飞成功了，是否就可以投入航线使用呢？理论上讲是可以。我们既然已经买了这么多的波音737 MAX， 让波音公司赔付退飞机恐怕很难做到，那怎么办？有限范围内的使用恐怕是最好的选择。那么用这些飞机拉客，我个人看法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因此飞行员必须要严格的进行相应的培训，来掌握这款飞机的飞行特性，尤其是容易出问题的这个特性，才能够保证飞行安全。那么即使是我们国家的某些航空公司允许波音737 MAX 像其他国家一样重新投入航线使用，那么后续的购买相应的波音737系列客机的时候呢，我建议国内的航空公司也拒绝再继续购买波音737 MAX， 因为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还不如老款的波音737-700、800系列，因为这些型号稍老的波音737飞机在中国的航线上已经大量的使用了很多年，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还是值得信赖的。但是波音737 MAX 却依然会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周全的考虑。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